徐老师，看到没有？他们拿过来一个小可爱，你来点评一下。这也是一件胡天窑的这个，别看这小啊，这是小中见大，非常美的一件小精品了。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这种瓷器啊，大家不知道，不能以大小来见这个它的经济价值，它这个动物、人物那这更胜一筹。特别是这种动物，因为这种动物造型它是用手捏出来的捏出来之后经过稍微修饰形成的这个。你像这件东西，我们从它是湿满釉啊，湿满釉，因为它底下之后是把那个釉给擦掉了，便于它烧制。湿满釉工艺，它是非常，你看这是一件全品。我们说这个东西啊，是市场上真的难得一见啊，这难得一见。我们再叫那个陈老师再给大家再分享这些。大家从正面看一件这个器物。刚才徐老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一件器物，那就是说不能以大小来论它的价值。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前的拍卖记录，就是说动物类的，或者说更宽泛一点，那就是雕塑类的。这个呢，当然是瓷器里边的雕塑，也被称为瓷塑。那么这一种作品，它的级别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于这一些精品，受到的欢迎程度是比较大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说拍卖有一个就是叫做戈诺斯，是一个狮子的形状，它拍呢那个价格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价格。另外就是在去年吧，有一个在美国拍卖有一个唐代的一个狮子，大概是拍卖了200多万，280多万人民币吧。那一件呢还是一个残件。从这一些情况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于雕塑类的这一些作品，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它的受欢迎程度是比较大的，艺术价值非常高。它的艺术价值呢是比较高的。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件器物，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把头部摘挡起来，你看到下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是不是人们处于休闲状态，在那个地方休息啊、休闲呐，这样一种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种造型？但是呢，要是把上面的这一个头部显示出来以后，你会看出它竟然是一只小猴子。所以说它这个设计理念嘛，那就是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能够从这一个造型里面体现出一种崇尚那种比较安逸、比较幸福、比较富贵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同时呢，它又是一件张力比较好的瓷塑产品。这个作品整体说它是比较吸引人的，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亲手把玩一下这一个小可爱。好，徐老师，你再给大家点评一下。这样那个我们这小座猴啊，这是这种，无论是它，因为首先它出自咱们的民谣胡天窑，这是咱们中国8大窑系的这个送的，无论是送的6大窑系还是中国8大窑系，它是出在民谣。这个它是那种瓷塑精品啊，像这种实际上呢，我这收藏的老收藏家，还是咱们过去的玩骨陶瓷，像这类小精品也是难得一见的。
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喜欢这种瓷塑收藏的这种藏件啊，你可以过来来把玩把玩，上上手啊，好吧？换一个啊。好，下一件。大家看一下这个立式炉，啊，这是龙墙的立式炉。我们知道龙墙前面我们讲过了，咱们那个葛窑那个鬼式炉了。咱们有个传说，在浙江地区有个张氏二兄弟嘛，那个张生一、张生二，是吧？他兄弟俩是因为分家了，一个是老大烧葛窑，当时他们老二呢是烧的是龙泉，后来呢，他老二感觉他那个老大烧的他那个瓷器烧的是比较好，之后也是那个心生嫉妒吧，在那窑里面泼水，之后这是一种传说，导致后来这个大小不一的开片，我们说叫葛窑。后来这是那个他兄弟呢，就是说烧成咱们那种龙泉，我们说龙泉窑。龙泉窑呢，它这个历史是比较早的，它从咱们应该是在五代啊，到唐晚期到五代，一直到现在，这烧它是跨度历史是最早的一个窑口之一啊。这是它以那个青釉著称的青釉，而且它这温润程度非常高。我们看看这个，你要这种历史楼啊，这造型是非常漂亮的啊，造型非常漂亮。你看这里面有3个这种出基，下面那个是一个平口这种炉子，它古服，下面3个组陈设的非常精美啊。我们这个龙泉呢，它以它的釉子著称，它说我们釉子的温润如玉啊，这种感觉就是比较明显。如果你上手感觉一下，因为它的釉色有那种像粉青的呀，还有像那种豆绿的呀、豆青的呀，还有那种你像姜黄色呀等等都有。像这件器物，它的釉色正好是恰到好处，这是确确实实的在我们那个龙泉里面这种炉里面是一张非常精美的这种精品。这里面都有3个小气孔，看到没有？这3个小气孔，它当时为了烧制的时候，把这个瓷器给烧崩了，就是说容易烧崩，它才能这是气孔。而且我们看看这个底足啊，这种像火石红，因为龙泉这个火石红跟其他地方它过去它这是柴烧的东西，在露台处这种火石红非常明显，所以这件东西是一件非常开门的一件高端的这种精品啊。这个我们再请陈老师再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啊。下面这个徐老师啊，已经从很多方面介绍了这一件作品它的优秀之处。下面我跟大家呢再补充说一下这一件器物。这一件器物立式炉本身，这个立啊是过去的礼器，对吧？也就是说它的年份是比较早的。它这个造型在过去商周古铜器里面就有这一种造型，但是呢后来到这个铜器这个成本越来越大的时间，瓷器发展已经到顶峰这一个阶段，那么历史上呢就用这种瓷器来代替铜器，行使了一部分铜器的功能，所以才出现了以古铜器作为原型的这一部分瓷器。这一件就是典型的这样的器物。从制作工艺上说，我们看它的口，这个口呢和其他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不一样。这个颜色有点微微泛黄，和这几个粗基大家看一看，对吧？这3个粗基和上面口的颜色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烧造的过程当中，这个釉呢融化以后，然后呢
由于这些尖锐的部分，对于釉的承受能力就弱了一些，它就向周围分散过去，所以就把胎稍微显露出来一点，这就是所谓的出金。这种是瓷器里面品级比较高的，往往这些精品瓷器才能显示出来这种特征。我们再看这一件历次炉的釉，这种釉呢，大家有的说偏青，有的说天蓝，对吧？但是我认为这一件器物呢，更偏重于粉青，因为说是不论是梅子青也好，还有后来的什么其他的很多种类的青也好，我比较欣赏粉青这一种颜色。粉青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夏天，像我们现在这一个季节，对吧？如果你是在室外，不是在室内，尤其是在田野间呢，你在清早那个露水没有干的时间呢，你隔住一层薄薄的纱去看天空的颜色，这既是一种隔纱望晴空，晨露未干时，这又是一种意境。它不单纯的是一种颜色，一种颜色你可以用这个光谱给它分析一下，你能找出哪一种具体的颜色，对吧？但是呢，这一种呢，你看着它既是这样一种颜色，又是那样一种颜色，它的颜色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人文意境。所以说这一件作品整体说它的水平，不论是制作工艺、表现形式及其它的造型，都是无与伦比的，是一件重器，很难得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徐老师，你刚才陈老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我们很多人追求那种龙泉的时候，都想追求那种梅子青，实际上，我们看这种粉青釉的这类釉色呀，实际上我们不亚于这种梅子青的这种颜色。当然了，这个龙泉的它的烧制，因为过去的烧制基本上像南方窑口以柴烧为主，北方窑口呢以煤和柴两种这个燃料，南方以柴为主的，所以它烧出来之后，这种颜色一个窑出来之后，它有很多种这种不同的颜色。像这种能保存到这么完美，你像这种釉色是烧制的这么完美的这样的一件我们说无与伦比的这种器型呢，真是在我们市面上，无论在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好，我们在民间那种大的收藏家里面，像这样器物都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也是希望我们有那个博物馆喜欢收藏的啊，像那个特别是我们国有博物馆也好，民营博物馆也好，或者是我们大的收藏家呀，希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啊！我们来钟鼓陶的现场，第一可以亲自来上手看一看啊，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这种精美的器型，这种高端的大气的这种藏品呢，你给它带回家，好吧？好，下面再换讲啊，我再给大家就是加一句吧。这一句就是说，这种器型啊，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原来国民党的连战先生到大陆来做这个交流的时间，送的一件礼品。当然那一个是复制品啊，就是这样的经典器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抓住这一次机会。好，谢谢大家。好，徐老师，你看这一件这个龙泉，这件龙泉了啊，这个是这件也是龙泉啊。我们都知道，实际上龙泉在建国后，当时一直停止了生产。为什么时候开始恢复生产的呢？是从那个
当时日本的田中角荣首相来中国，周恩来接见的时候，田中角荣提出来这个龙腔窑，想去龙腔窑看一看。当时在周总理这时候开始批示，当时轻工部提出了恢复龙腔窑的生产，同时恢复五大民窑的生产。我们看看这个双耳这个兽耳的这种罐啊，这个龙泉的这样大罐子啊，这样罐子实际上这种颜色呢，我们是接近那个梅子青的这种颜色。这个器型呢，也是当时的龙泉的一种非常经典的器型。无论从他们，你看我们从釉色上看，和前面我们看这个历史炉，它是不同。前历史炉是粉青色，这个是我们是豆青绿，或者是这个梅子青，我们会是接近梅子青这个颜色。这个看这类瓷器还是比较好看的啊。大家实际上玩那个老窑的瓷器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件大开门的东西啊，实际上大开门的东西，像这种。这是大家可以看出来，这确确实实是一件元代的这种珍品，没有任何争议的东西，是吧？大家只要玩老窑的人都能看出来。你像这种火石红的这种沉淀，跟前面一样的，我们都看见了。像这样的藏品呢，说实在的，我们龙泉窑呢，自从上次咱们故宫搞那个龙泉窑的那个展览之后，龙泉窑的价格一直是扶摇直上。我们这件器物呢，也是咱们这件非常好的，这是陪品呢。我们看陈老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才徐老师跟大家从这个历史啊，从釉色各方面讲的都比较好啊。大家可以看这一件器物，这一件器物从整体去看，一种什么感觉？比较大气，比较磅礴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吧？这是元代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元代的这个器物看起来比较大，比较浑厚，这和当时这个元代啊，它这一个民族的这个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对吧？所以制作出来的这个器物呢，也是一种精神面貌的一种体现。大家一看这两个兽头，马上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元青花的一些经典器型，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罐子，然后两边两个瑞兽这样的头部在上面作为装饰？它的年代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断定这一个就是一个元代典型的器物。下面呢，我们再看上面的片纹开的冰裂一样，很漂亮的，通体全部就是这样的片纹。而且呢，片纹内部如果用放大镜看它里面的就是年代久远以后所堆积积存下来的那一种物质是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一个片纹不是单纯的片纹，片纹内部还有很多的积存物，这也是断定老东西的一个标准吧。这一件器物再从它的纹饰上看到没有？大家一看到这一个连纹，看到没有？这就是元代比较典型的这种连纹的表现形式。所以说这一件作品是一件比较好的艺术珍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如果有机会买到一个元代的典型的经典的全品的这样的器物，怎么还在等待？一定要出手好，陈老师换我们再换一件，好吧？来，徐老师，你看这又带了一件，这个大家我记得也能看出来我们这是定窑，我们说是那个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是同时呢，我们8大窑系里面和宋代6大窑系里面也有定窑系
定窑的很多人都以为是那种白色的啊，那种颜色天下白嘛，当时说过的是白颜色。实际上定窑除了有白颜色的，还有什么绿靛啊、白靛、绿靛，那个黑靛、紫靛。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紫靛箔啊，紫靛箔，这里面应该是带盖的，因为它没有盖的啊，这是个紫靛箔，里面它是3种颜色，这是里面是那种白色的，外面呢是一种酱釉，我们是这种紫靛，这个颜色它里面有电砂，因为在这个定窑里面很多有电砂工艺，这是一件那个我们说你像。那个定窑它那个最早它是从晚唐都开始了，实际上它一个定窑系一直在北方窑口到元代基本上都没落了。它由于连年的北方战争嘛，所以说定窑开始没落。所以它最好的时候是在5代到宋代的时候，到金这个时代，这是定窑达到了它的巅峰。我们这件器型呢，实际上这种紫靛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啊，这种紫靛。是稍微有一点的颜色呢，有那么一点点那个赤土颜色，但是目前就像紫靛这种完整的这是器型也是比较少见，因为它这个我们怎么能看出来它这是手工人看这个器型，它手工拉坯来制作的这一块呢，在工艺上陈老师呢可能是更有见长，让陈老师给大家再讲一讲啊。刚才徐老师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一件器物它的一些特征，下面呢我就是从工艺这一方面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一件器物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年代是晚的还是近年代的。大家首先呢要看这一件器物的器型，对吧？一件比较好的作品，首先它的器型一定是赏心悦目的。大家看到没有？这件器物从整体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干净利索、中规中矩？所以说这个器型一定是一个很符合时代特征的这样的一个器型。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制作工艺。制作工艺从砌珠和这个修珠和下面的拉丝，就是手工拉的呀，拉坯啊，这个痕迹，这是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这个工匠的水平是非常的高，用手工能够制作出来那么中规中矩、那么器型俊美的东西不容易，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藏品。那么我们再从这个釉这一方面来讲一下，大家看到没有？这种器物呢，你看起来这上面的釉的颜色是一种颜色，对吧？但是真正我们如果是用放大镜去看的话，这一件表面看起来是酱色的这样一种釉面，它里面的颜色并不是一种，而是有一定分化的这样的颜色。如果用高倍放大镜放大以后，你会看到紫颜色下面有黑色的成分，这一点也是断定新老的一个标准。因为说是在过去元或者是元代以前呢，它这个淘洗工艺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那么发达，对吧？它只是用水啊一遍一遍一遍这样的去淘出来的这个釉料，配制出来的这个釉料，他认为已经很纯净了，但是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有些去不掉的，这就是在高倍放大镜下表现出来紫颜色，就是说是这个酱釉下面有黑色的成分，就是说里面有铁的成分没有淘洗出来。大家如果有机会得到这一件宝贝，或者说到中国陶来亲自上手，
自然对于你的鉴赏能力啊有很大的提高。如果说是能够拥有这一件藏品，那对于你的财富的积累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都知道，实际上那种你像黑锭也好、绿锭也好，还是紫锭也好的，它的这个经济价值是远远高于咱们那个白锭啊，白色的瓷器。我们是白釉瓷嘛，也叫白锭的。像那个再一个，我们那个定窑系呢，你像山西窑口呀，包括荷兰窑口啊，其他窑口都烧制有这类瓷器。特别是，像当阳峪窑口的，他们的那个紫锭，他们也称为酱色釉这个瓷器，他们整个颜色，是偏红，啊，像那个真正的那种咱们河北那个咱们定窑的那个曲阳的这个定窑呢，它是那边出土的这个地方，它会是那种发。啊，这是鉴定那个它是真正的是原产地的呀，还是其他窑口的这个？过去包括我们像南定，还有北定，还有南定，包括景德镇那边也生产定窑的瓷器，但是它那个从胎土上和北方窑口的区别还是比较大，因为这是一件从我们包浆上看，这是一件传世品啊，是一件传世品。再一个我们看看它这种修足上，从这个修足上看，这个我们定位它是曲阳的啊，这个是这个那个定窑，这个这个器械。而我们像那个有些其他地方，你像当阳峪，很多它也生产这个器械呢。当阳峪这个胎就比这个胎还白一些啊。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每个窑口的它这种指定这种方法？但是我们再看看这个里面这个白瓷的釉面，白瓷釉面呢，因为这定窑这个釉面的这个光泽度是比较好啊，这种宝光是显示的非淋漓尽致的。我们从这个角度上看啊，这件东西呢是一件非常开门的这种瓷定帛啊，喜欢定窑的朋友呢，就是我们特别是很多博物馆啊，民营博物馆这一块，像这件东西也收入咱们那个收藏的应该重器，无论是我们是吧国有博物馆，还是民营博物馆，或者是我们那个大力藏家啊，这是不愧为是一件非常好的这种收藏品。好，下一件。好，薛老师，这是一件大件器物，一个盒，盖盒啊，对，一个盖盒。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啊，这个好的，谢谢啊。这定窑了，定窑了就是说，我们除了像前面我们说的紫定之外，这是白定是最普遍的这个一个定窑。这种粉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品啊，这种，我们在粉盒这一块呢，在我们古代的人。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和生活中的安逸程度，我们实际上从这件器物上就能显示出来，咱们显示出来这个淋漓尽致的。因为过去这种盖盒嘛，我们也是你说是粉盒也好，或化妆盒也好，或者是那种咱们文人用的盒也好啊，这个是自己。你像这件器物下面还有翰林两个字啊，翰林，如果你像那个这个器物翰林这种款吧，因为都是比较难得的，像那种定窑呢，它款字很多。你像有翰林款的，有官字款的，新官款的，有那个定州公用啊，那个上士局啊，那个药师局是吧？这种像这样的带款字的，都是说官家用的。特别是我们那个，还有那个。它因为它这是官系嘛，我们是五大民窑，对吧？五大民窑它是官窑，同时我们是定窑系里的，还生产很多是没有带款的时候民间窑系的一些东西呢，我们说是叫定窑系。官款的东西，像那官啊、新官啊、翰林啊、上士局、药师局啊，什么定州公用啊，等等等等这些很多带这种款字，它收那咱们官系系的。就是说没带款的，但是一部分我们是民间窑系的民间窑系的这个，因为它五大民窑，所以把这个区分是这样的区分开的。
啊，这件器物呢，它是关系的产品了，好吧？再让陈老师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啊，刚才徐老师已经讲了，就是说，下面既然说有了这个翰林款，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件官器。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也就是说，从这一件器物，你能够看到定窑的制作工艺，首先表现的中规中矩，然后呢，比较白，因为是这个定窑嘛，就是北方人当时有一种习惯，那就是上白，崇尚这个白色的，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呢，生产出来的这个白瓷啊，级别都比较高，又加上下面带的这个款比较特殊，当然它又是一件比较好的这样的艺术品。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一件东西，拥有这一件东西，这一件器物，上面呢也有一些，你比如说你像定窑里面的这个肌肉啦、泪痕呐、片纹呐，这些特征啊也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件。好。好，看下一个。现在就是本来要来一个嘉宾，这也是一件定窑。这一件定窑呢，和上一件有一点区别。下面先让徐老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定窑。我们是说那个北方那个8大窑系、北方4大窑系的几个主要特点。你像那个耀州的以刻花著称，定窑呢就是以印花著称的。再一个那个磁路窑的以白底黑花，和以那个钧窑的是窑变。像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你看这个定窑，这个它那个印花工艺啊，我们看这个印花工艺，因为它是。这个不算是头模了啊，不算头模，但是这个印花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里面定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它是盲口。盲口呢，它是说有几个说法啊，一个是说是为了是增加它的产量进行落烧，这产生一种盲口。还有一种呢，过去是因为咱们那个达官贵人吧，咱们使用的时候给它镶金啊，把它口沿部好镶金、镶银、镶铜啊，增加它的那个富贵这种成分在里面了，它是起到这个作用的。正像这个是典型这个出现的这种盲口啊，这是定窑的一个非常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而且我们这是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过了，你像这种是温润如玉的这种感觉啊，你像那蛛丝刷痕，这是也是定窑这个非常明显的一种特征啊。这是一件说实在的，这个小碟子是一件非常好的小精品，非常好的一个小精品，定窑里面，就是说大开门的一件东西啊。大家如果上手的情况下，这是一件大开门的小精品的。陈老师再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啊。好，刚才徐老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件艺术品。这一件艺术品可以作为定窑的典型器，因为是这一件作品定窑的所有特征在上面都得到了表现。首先呢，定窑它不仅仅说是由这个刻呀、画呀，更有呢就是模印这样一种工艺。这一件这个纹饰呢，就是模印出来的这样的龙纹，所以说纹饰呢比较好，品相比较好，白度比较好，特征比较明显，修珠比较干净利索，肌肉比较明显，而且这个地方呢泪痕比较明显，就是说这个泪痕呢是定窑这个釉了在高温情况下
它有一部分釉是要下垂的，就好像一个泪珠沿着这个器壁向下流淌，这一个是比较典型的特征。所以说，作为收藏者或者是这个博物馆，这都是一件很好的艺术珍品。虽然它小，但是呢，它比较精，比较好，比较全，所以很值得大家拥有。好，谢谢大家。好，下面这是一件钧瓷。钧瓷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窑系啊。下面呢，先请徐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一件钧瓷碗。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钧瓷。钧瓷呢，是从那个咱们最初于咱们鲁酸淡点窑啊，糖花釉开始了。从等于它和那个咱们龙泉有点类似。从唐代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停烧或者断烧，啊，它是跨度时间应该算是在窑种在瓷种里面跨度时间最长、设计面最广的一种瓷器了。也是从改变了中国，当时从唐代的时候改变了中国南侵北白的这个陶瓷史。它的除了我们那个中原地区的河南之外，你像那山西、河北、陕西，包括内蒙等等的，包括广州都有生产这种定窑瓷器啊。定窑瓷器呢，它是不是这个钧窑瓷器啊？钧窑瓷器呢，它这种有比较经典的有几句话嘛，就是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吧？均无伤啊，这是说，这个雅汤无菌，不可夸父等等这种非常美妙的。你像我们乾隆皇帝呢，对钧窑也是非常喜爱，特别是把官军上很多那个底部都刻有咱们乾隆的诗词诗句。像这件器物呢，它是一件那个元代的标准器啊，这是元代标准器，因为我们是这个施釉。宋代的施釉是施釉到底或者是过足啊，到底或者过足施满釉。到元代之后，因为这个整个到元代形成庞大的一个钧窑系之后，这种施釉的实行这种施釉不到底的这种技术，因为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但是到这件器物来，一个是你看这个也报了一个红窑边啊，我们也叫报斑。这种窑边呢，实际上它是一种铜啊，加了铜红釉产生的。实际到我们元代以后，这种窑边做了人为的给它操作出来了啊，它人为的操作出来了。在宋代以前，实际上这种钧窑呢，还是以天南、天津、粤北啊为主。到那个金代往后，逐步的就是它这种实现了多变的这种颜色。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元代的大碗。像这种器型呢，要在元代那种钧窑里面，实际上属于一种档次还是比较高的啊，元代的器型的。但是它我们这个稍微的它有点泛青啊，这个有点这个整个釉子呢有点泛青，但是它是有非常好的，它有一个窑边自然窑边的一个这个过程。我们下面再请陈老师可以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刚才徐老师已经讲到了这个钧瓷啊，它是一个很庞大的这样一个家族，范围比较广啊，它的影响范围比较广，就是说，不仅是在河南呐、河北啊、山东啊，还有很多地方呢，包括山西、烧造的都有钧瓷这样的产品。这一件这个器物也是比较好的，它一个说器型比较大，适合于博物馆展示啊，家庭你收藏啊，
包括你在家庭展示啊，这都是比较好的。它因为是比较大嘛，放在这个地方观看起来，它这个效果就比较好。真假、年份，这都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元代的钧瓷产品。它不仅这个工艺看起来比较明显嘛，人工制作的这个拉坯的痕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通过测光啊，看出整个的这个跟水波纹一样的这个纹饰啊，这都是很清楚，看到没有？从底部开始向上拉，一直拉到这个上面的口沿，这都比较清晰。所以说，像这样的比较典型的艺术品还是比较少的。下面看这个底足，底足更能说明这样的工艺特征。大家看看底足的这个旋纹啊，都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这一件是比较典型的元代的一种器物。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这一件作品。这一个红也是比较难得的。首先呢，你看到没有？它这个爆的这个红啊，它不仅仅是一种颜色啊，有时间呢，它的变化也是比较吸引人的。看到没有？是不是像一种海里面的，比如说海豚呐、什么这样的一种动物？你自己呢，它的精彩之处就是说，根据你自己生活的阅历，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是这一个红色啊，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上手这一件作品。那我再说一下。好，下面请徐老师再说一下。这件呢，实际上是个元代的标准器。为什么咱们从那个拍卖这个展厅预展拿了这几件东西来？这件东西呢，大家可以一个是可以作为教材用的。我们做元代的时候，你看它这种修图方法和实用方法啊，这个从我们作为教科书的做。怎么样看这种真假呢？我们从胎釉结合部看它这种氧化痕，啊，它这种氧化痕的时候，在我们有的鉴定那个老窑瓷里面有种那种教科书的作用，它是一个教科书的东西。而且这种我们再看看这种窑变啊，这是万里丛中一点绿中一点红嘛，这种也是从它这种红的窑变呢，是从骨子里面出来的。大家实际上这个它有教科书的作用，这件这个元代的这种钧瓷，这件钧瓷呢，实际上它属于一件那个元代的这种精美啊这种品种的。无论我们是博物馆的收藏，还是我们个人收藏，这件东西都算是一件难得的这种元代钧窑的精品。希望大家喜欢啊，可以来上手看一看。好，徐老师，你看这一件。实际上，我们前面看到了，已经讲到过钧窑了啊。钧窑呢，它是我们那个宋代5大名窑之一，也是咱们宋代6大窑系之一，也是中国8大窑系之一。它的历史呢，就是说，在唐代，一直到现在，那它是跨度历史长，但是它，改变了中国陶瓷史。像宋代的我们这种瓷器的，就是造型和那种，因为它从我们叫唐花釉，在唐晚期的时候，它就出现了那种我们有时带窑变的，一直到我们宋代的钧窑啊，到我们金代钧窑啊、元代钧窑，实际到我们你要明代的时候的景德镇的，还包括我们那个南方的广军，都有这种钧窑的那种生产啊。现在这件器物，我们看这是非常美的一件那种精品美品啊，非常精美。
看它这种器型釉色，这种釉色的时候，我们叫天青，天蓝到天青之间，而且它这种施釉，到底过去的这种施釉方法就是说，咱手这样的拿住了过去的施釉方法，抠住之后，把整个这个瓶子放在了釉里面，晃了一下之后，再拿起来晾干，它是这种施釉方法。所以这个一个是非常开门的一件那种。它是乳酪釉的东西嘛，这个钧窑的这个我们非常开门的一件这种乳窑这个产品，因为我们也提这个真乳不分有真乳不分什么乳光不分光釉不分所以是看着这种釉色非常接近这乳窑的这种颜色，这是这种天青色我们在陈老师再给大家再讲一讲再分享分享。好，大家看这一件作品，这一件作品我们从它的形去看，这一件器物的形，跟大家穿插一个比较小的故事吧。宋徽宗这一个年代它有一种比较经典一点的器型，也就是梅瓶。这个梅瓶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名字，就是说在宋代官窑里面有一种梅瓶叫做丝丝瓶。那么丝丝瓶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应该是有这一段这个历史了解比较透的，会知道它是李师师。据说呢，就是说徽宗呢命工匠按照李师师这样一个美女的这样一个身材，做出了这样一种器物。就是说丝丝瓶也是梅瓶，它肯定是表现了以美为主体的一种器物。那么在这一个时代，它的这个梅瓶特征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丝丝瓶到底是什么样的特征呢？大家可以看首先这上面的这一个口和这个颈部表现出就是一种很协调很美的这样的一种器型。然后呢，下面这个尖看到没有？这个尖呢并不是封尖的那一种尖，而是稍微往外封了一点点，溜尖溜下来了这个尖。所以说溜下来以后呢，和下面的整体器型比较起来就比较美。所以说它这个造型是比较美的，制作工艺比较精，整体从上到下手工拉坯制作而成。施釉从上到尖到腹到底全部都是施满釉，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全满釉的器物。全满釉的这样的不要说是一个梅瓶，就是其他的器物也是非常珍贵的。况且呢，这一件作品呢是梅瓶，是一个利件，利件它的这个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都要高于同类的那种握件的器物，所以说它的经济价值自然就比较高，又美，经济价值又比较高，收藏潜力又比较大的这样的器物，应该就是这样的作品。然后呢，我们就再说一下这个梅瓶这一个瓷种。这个梅瓶呢，它是一个钧瓷。钧瓷那就牵扯到北方的青瓷。北方的青瓷开始的时间并没有什么钧瓷乳瓷没有分开，到后来才把钧瓷乳瓷分得比较开。现在呢又有说的是河南青瓷，又把这个就是青瓷系列的又细分了。那么比较早期的作品，它就是看着既像钧瓷又像乳瓷
这样的器物。而这一件器物呢，大家说是不是有一点乳瓷的成分？它并不是表现出那种纯色的天青啊、天蓝的、蒙蒙的、灰灰的、青青的，它就是这样一种颜色。你说它是钧瓷，它一定就是钧瓷；你说它是乳瓷，因为是钧乳不分，它就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所以说，它应该年份比较好的这样一种器物。大家有机会过来亲自上手来看一看这一件器物。我们还可以从上面的片纹和表现出来的局部特征，更能明了的、更深层的来了解这样一种器物。我在近处看的比较清晰一点啊，这上面呢有一点很小的像中眼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表现的非常小，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征。并且呢，这个上面开的有片纹，这种片纹呢开的比较恰当，恰到好处。况且上面呢还有看到没有，这一点有一点小一点的变化呀，这就说明早年代啊这个釉子淘洗的程度里面有一些其他的矿物成分在釉面表现的比较明显。所以说遇到这样的器物，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收藏，它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还能够使我们的财富能够能够翻倍。况且呢，它这一种文化会使你的家庭更富贵，使你的子孙更具有文化内涵。因为是在这一种高端文化氛围成长的孩子，自然他的骨子里面就有这一种高贵的成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我就讲到这里。好，徐老师，我们都知道，无论你再补充一下。是博物馆也好，还是咱们民间收藏家也好，对吧？五大名窑是咱们收藏的终极目标。你像这个钧窑也是五大名窑之一了，而且这是确实是一件非常完美的立件。作为我们收藏者来说，不如郎入其还那个咱们的郎中啊，确实感觉是非常遗憾。我也是很喜欢这件非常好的这个钧窑产品的啊，因为是希望大家吧，无论是我们国有博物馆，还是民营博物馆，还是我们大的收藏家，是吧？积极来参与一下，就是你们来上手来感觉一下啊，我们宋代五大名窑钧窑。好，最后我跟大家再说一句，这一件器物在钧瓷器物里面，不夸张的说，叫做万里不一定有一，10000个这样的钧瓷产品里面，不一定有一件这样的立件，更不要说是梅瓶。抓不抓这个机会，你自己来决定。对，好。好，这个按给我，我坐中间，你俩别撤啊，我说几句话。换一个。非常感谢我们陈老师和徐斌老师的精彩分享。可以说是一个老窑瓷的一个饕餮大宴啊。讲的这种深度广度啊，我是认真的听了。其实这种机会也非常难得。然后今天呢是周六，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事情，可能呢好多藏友没有来得及看。我觉得这一集呢，我们郑武桃春拍会给它一直保留这种回放的功能。喜欢老姚的广大藏友要细细品味，认真的看。如果我们今天下午呢，就是预展的截止时间依然是9点，然后明天呢是下午2点半开始呢，我们瓷器的拍卖。那么这个老窑瓷的部分呢，基本上的展览还在，我们这个场地呢就是不会被占用，所以呢，我们喜欢老窑瓷的藏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来现场。其实展览以及拍卖会的预展，都是我们藏友学习的非常好的这种机会啊。就是你看100遍书是吧，10000遍书，你不如亲自能上手看看实物，其实学得快啊，悟得到。那么再一次感谢2位老师，